我是赵少康，欢迎你来到 TVBS 少康战情室。在我们想特别来宾李宇翔议员啊，陈志涵主任，蓝轩小姐，张静资深研究员，还是综合战略学会，王宏伟委员，万美玲委员，林信儿议员。好，香港鸿福苑5级火，因为香港把这个火分成5级，1、2、3、4、5、6、7、8，1、2、3、4、5。那台北、桃园、新竹分成4级，台湾有3个地方有分级的哈。那香港是用级数来分，出动了100辆消防车，700多个救护人员啊。那它有8栋，它那个算是等于政府盖的比较平价的住宅啦。8栋住宅呢，7栋都烧了啊。那有一个消防员死了，只有36还37岁哈。那所以呢，消防员叫被困的居民把门窗紧闭，等待救援，不要跳。不要这个想办法要逃了，就躲着吧那香港的这个火灾5级哈，第5级的时候要派35辆消防车，150个这个消防员，他是这样分的。如果1级的话呢，只要4辆消防车，20几个消防员，就看到火灾的轻重那到现在为止已经知道44个人死那台湾有3个县市有分级这是香港60年以来最严重的大火。它这种叫做我讲嘛是比较平价的房子，给公共租跟住的房子。那有2000多个单位空拍直级大楼一片焦黑，就是有那个8个里面有7个一片焦黑那香港它有所谓5步4对策啦，给我们观众也参考一下5步就是不可躲在浴室，有很多人躲在浴室等等。不可躲在浴室，不可用塑胶袋套头。有一种是用塑胶袋把头套起来，说这样不会烧塑胶可能会容易烧嘛。不要去寻找湿毛巾捂口鼻，这是我们常常告诉我们要做的，说湿毛巾的捂住比较能够挡烟等等。不可以搭电梯逃生，千万不要为了收拾财物延误逃生避难时间，那1分1秒都是这个要命的那4个对应该做的，第一个，开门往1楼往外逃。如果说比较低楼层逃，那如果你电梯楼梯间没有看到烟雾，就继续往下。那如果说看到烟雾，就平行到其他的这个下楼地方去找，因为现在台湾也规定了，不能只有1个逃生的电梯，要有2个所以呢，往其他逃生避难路线去走另外呢，平常就要规划2个方向逃生路线那主要逃生没有办法往下逃生的时候呢，要找第2逃生口。我很年轻的时候在美公司做我的德国那是都因为这个海外的总部的这个老板是德国人，他就告诉我，因为我们常常出差我1年有半年都在国外，他说你住任何旅馆，先就查他的火灾逃生梯在哪里。所以这个我们都不会有的，但是都不会有这样的这个概念。但是你到国外去，其实在国内一样了。你只要到个地方不是你住的地方，你当然熟悉嘛。你不熟悉的地方，先去看它的火灾的时候逃生口在哪里。你有做到吗？一般大概都不会了好，我们看一下。橘红色的火光从高楼持续窜出，香港新界的大埔鸿福苑烧出香港17年来最大的一场火，不少国际媒体尽速赶到现场连线。As you can see behind me, but immediately I could already hear the sirens, because there are fire engines right over here. They are stretched all the way from the station to the cluster of flats behind me. And there's also a very strong odor of smoke in the air the minute I exited. 新加坡亚洲新闻台 CNA 记者到场后，比较关注火灾现场的周遭状况。至于亚洲总部设在香港的美联社记者，则把报道重点放在死伤人数，还说火势燃烧一夜，香港陷入一片混乱。There's not yet a full toll, and also how many people have lost their homes? They won't have homes to go back to. So at the moment, this is still an ongoing, terrible situation
亚洲总部一样在香港的 CNN 同样派资深记者到场连线，他们分析认为，香港住宅区的人口分布太过密集，加上宏福苑内有超过30%居民是高龄人口，恐怕会让这场火的死伤人数难以被估计。Hong Kong is one of the most densely populated cities in the world. People live in little shoebox apartments in towers that are 20, 30, 40 stories high. But there is a large number of vulnerable elderly people that make up the residents, more than 4,000 residents. 英国卫报则在第一时间怀疑香港独特的竹制鹰架造成火势延烧。除了国际媒体，英国外相也发文表达痛心。至于总统赖清德，则透过 X 平台发文致意，除了致上最深切的慰问，也呼吁大家要一起为香港祈福。来，张博士怎么看？我认为这个当然这是一个治理不善的状况，必然会受到检讨。但是我们要注意到下面几个事情：第一个，会不会有后续的利用这个大做文章，然后变成一个政治的效应，或者作为一个政治攻坚的口实？我觉得那个几率是很高。第二，这次烧出来之中也烧出了很多商机，很多救火的，还有大楼这种消防这些科技的东西，那也会有很多这些进场。今天早上已经有军事迷在讲说，这个中国大陆有一个 AG600鲲鹏这个就是水陆两用飞机，它的设计就是要专门到海里面去把海水弄起来，然后下去这边救火。这为什么没有这个就是出来表现一下？但是问题是一个火场上空空层的管制，又是直升机在飞，又是各种无人机在那边监控。事实上，海场整个火场的无论是地面交通的管制，以及空中飞行的管制，都是一些很困难。但是呢，这个千金难买一个早知道。我觉得今天看到这个其实。这个在感性上面，我觉得政府有出来讲说，对于这个表达这个就是同情之意。但是呢，我们的这个行政团队是很糟糕的，因为行政团队应该立刻召集消防署，然后开始做全面性的台湾的高楼的普遍性检查。我只能讲说，政府的施政效能确实应该受到这个诸位在场的这个所有的民代以及立委们的这个就是专心的质疑。好，那么因为工人有抽烟就曾经一个住户在这个10月20号才PO说那些工人呢有在抽烟，结果没想到呢，可能目前也可能是抽烟但是现在还不完全知道那因为主要是它的这个所有维修的材料啦，有烟囱效应，还有天气，现在吹东北季风跟台湾一样嘛那这个警报器也没响，这是问题，老旧的房子那赖清德总统呢有发说此刻。为香港祈福为香港逝去的朋友致上最深切的这个哀悼之意了。我们看一下这个鸿福这个责任到底在哪里？黑布盖头遭港警带走，这名嫌犯是涉嫌造成香港大埔鸿福苑恶火的红叶建筑工程人员。警方以涉嫌过失杀人，一共逮捕3人，分別是2名董事、1名工程顧問。警員檢走電腦以及文件等證物。警員較早前又到宏業建築工程有限公司辦事處搜證。港警搜查紅業建築工程辦事處，這間公司負責大埔鴻福苑高達3.3億港元的維修工程，現在被指控外牆部分建材疑似未達防火標準。這場火在26日下午開始後迅速失控，燃燒周邊大樓。我哋發現呢個有關大廈嘅外牆嗰啲嘅呢個保護膜一啲防水嘅係帆布同埋一啲嘅塑膠布咧，佢受咗火之後嗰個蔓延程度咧係比一啲合規格嘅一啲嘅物料咧係遠為係猛烈同埋蔓延得快嘅。我哋覺得呢個係唔尋常嘅。One of the building not affected by the fire. We found the styrofoam installed outside the window. Yeah, on each floor near the lift lobby.And everyone's know this material is inflammable material. 港媒发现，维修工程公告提及使用发泡胶板贴在外墙玻璃窗，工程棚架使用易燃材质，跟正规的防火阻燃網就差在價錢。一張維修棚嘅阻燃網大概要90蚊一張到，冇阻燃功能嘅普通網啦，佢只係50零蚊。阻燃網咧，太陽一曬咧就好脆嘅，通常咧只係用一次就抌㗎啦。
唔係阻燃網嗰啲普通網咧，就可以不停翻用。棚架阻燃網是否防火，價差約台幣160元，小小的差額造成巨大的人命損失。香港特首李家超表示將追究責任。然后这个案子啊，因为实在是太严重了。刚才讲说他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55人啊，那这个死亡人数一定会上升，这也是香港有史以来死伤最严重的一场大火。我认为后来一定会做究责。而且呢，其实外媒也都非常重视。我今天看到一个，其实我看了是很难过，因为它里面还有像外籍帮佣，哈，有一个菲佣，他打电话到菲律宾给他的朋友，说他还有一个 baby， 他没有办法逃出去。这个是菲律宾媒体的报道。好，所以我觉得看了以后真的很难过，没有办法想象他从昨天下午2点钟一直烧，一直烧，烧到今天到接近中午，哈，还有一些这个这个都有很多的黑烟，尤其昨天呢，昨天大概很多人看到都第一个时间告诉你有没有看到香港那场大火？因为它是在黑暗中，然后这么多栋的大楼，一共大概八栋大楼，通通冒出那个火焰啊！那因为尤其在黑暗中。然后你就会发现说这非常非常严重。那到了今天早上看到的状况是全部变成黑扑扑的哈，虽然这个大部分都把它熄灭了，但是它有可能复燃。那因为它的大楼里面本来就有一些复燃。好，所以我觉得这里面现在看起来香港侦办的方向是针对这个建筑工程，它应该采取了一个不合格的这些器材，因为它是一个42年的老大楼，那么它其实是在做拉皮的工程。那所以到底它的这个包含它的鹰架，有人讲说用竹棚，说啊这是不是很容易起火？那在网络上讨论的很多，这个应该是留待香港的这个警方相关方面去来做检查。那至于刚才张博士也特别提到，有没有可以让台湾戒禁或警惕的地方？有的，因为这个鸿福苑每一栋都在30层楼。但是香港他们过去就已经讨论过，香港的这个救火云梯最高到几米呢？53米。好，所以它最高不会超过20层楼，所以高层楼起火的时候，它的云梯车是没有办法给予就是更高层楼的。那这个状况有没有在台湾发生呢？有。台湾现在最高的云梯车大概也是70米，也大概20层楼左右。可是呢，我今天特别，因为我有去发函给我们的这个内政部，请他们去清查我们各县市，第一个我们的高层建筑，第二个我们的云梯车，各县市云梯的装备不一样哈，有的比较有钱，可能就是有比较新的，光是双北20层楼以上的建筑物超过1000栋。所以我们过去也发生过，就是云梯车它不够高，对于高层失火的时候，它该怎么办？当然就是说，高层要有这个它的紧急设施洒火，这个洒水装置。但是这个呢，因为我刚刚讲它42年，所以它非常老旧，甚至很多人都没有警觉。在网络上流传一个影片说，其实路人看到它的起火点，一开始起火还在说怎么都没有人来救。但是非常快速的，它好像大概在2层楼左右的时候，那个围篱就出现了起火，但是非常快速的，它就整个的蔓延啊。所以就说，第一个，它的起火点到底是哪里？它的起火原因是什么？然后是不是有这个整个的救援有问题？那当然，对于台湾来说，这样一个高层失火，常常都出现它的伤亡非常非常严重。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赖总统他在脸书上。哀悼，那我觉得这是值得肯定的，因为我觉得这种民胞物语嘛，就是大家有同理心，但是同样的，我们要拿这样的一个惨痛经验，如果假使非常非常不幸，这种高层楼的失火发生在台湾，我们也要有因应之道。好吧，如果台湾发生这样的大火，那到底会怎样？会造成什么结果？我们休息了继续讨论。好，香港发生这个不幸发生大火啊，那说到现在已经有55个人死亡哈，另外有将近100-200个人失踪失联，这个很麻烦了。
因为香港那么小地方，然后除非他晚上出去啊等等，否则他到哪里去呢？为什么会失踪会失联呢？哦，这个问题都很大哈。所以尤其很多都市有这种高楼哈，那高楼的大火到底怎么救？刚刚也讲过，台湾的云梯车说有到20楼，那都很少了，一般大概就到了10楼、12楼，就最多就这样子啊。那到时候怎么自救？哦，那平常要不要演习？哦，然后呢，这个高空能不能救？哦，这都是问题了啊，美丽。其实这一次在电视上面哦，看到这个香港大火其实我每一看到这些就是住户们哦，或者是他们的家人们赶到那个现场来，那个惊恐、痛哭、心痛，我想全世界在关心这个新闻人看到以后，其实非常感同身受，都非常的难过。但是我觉得在看这起意外的当中，其实我们也要去看一看哦，到底台湾我们今天一直在讨论的高楼层的问题哦。今天不管是台北市也好，新北市、桃园市，现在楼都是越盖越高。那当然哦，在这次大火当中，有人说可能这个意外的原因是这个有工人在这个抽烟，可能有烟蒂或什么的。那当然也有可能是在施工的过程当中，他用的这个建材可能是不是不合法，又或者是不是香港对于这建筑的这个法规没有规范的这么严格所以呢，现在还会出现这个竹子搭的，或者是木板搭、木头搭的这个鹰架，还是什么帆布啊等等。其实，在台湾目前这个法规的规范其实相对严格多了大家不会有出现这种竹架的这个状况。所以又加上这个海风，这个风势很强，所以造成它一栋跟一栋之间都连在一起，很快的烧了整栋以后就到隔壁栋。所以我们在看这个大楼，台湾现在大楼也非常的多。当然，我们现在在10楼以上，大概都有规范要具有洒水的这个系统。那我们消防安检其实也蛮严格的不过我想每一次的这个火灾之后，像我今天其实我就打电话给我们桃园市的消防局局长，我就问他说，看到这个香港这个大火，那我们有在做些什么吗？那他马上就开始看，就第一个呢，他就去联络这个建管相关单位，就我们的建材怎么去规范的，我们大楼的云梯车，那现在能够到12楼到14楼有多少部？那在高楼层可以到达22楼或23楼又有多少部？那应该要怎么去重整，怎么去增加那我觉得这就是看到这场大火的时候，我们该怎么检讨。不过我要提大家应该记得，其实在高雄那个城中城大火刚刚那个张教授有讲到那场大火，其实多少人46人死亡，41人受伤其实，在台湾那一次，其实也让大家非常心痛。那当然就是检讨再检讨那除了大楼之外，我想我还记忆犹新，其实在我们桃园也发生过2次它虽然不是大楼，这工厂大火，一个就是新屋保龄球馆的一个大火，第二个就是晋鹏的一个大火。那场大火里面呢，我特别要讲到是，我们就是有很多年轻的消防员的生命陨落了大概每一场我记得没有错的话，大概有六个，然后另外一场大概也差不多是这个数字所以现在我们看到有50个人这个死亡，那有1名也是大概30几岁的消防员然后呢，现在还有大概100-200个人失联其实我非常的担心，因为呢这个地方非常的密闭。那其实假设啦就是说假设可以跟外界联络，恐怕这些家属现在也很快在联络中，所以我觉得这100多个人很担心。那消防员我特别要说一下我们都知道，其实火灾的时候大家都想要往外跑，可是消防员必须往内冲所以呢，我觉得消防员我们要怎么去捍卫它？其实我们在这个2019年的时候，及立法院也3读通过，就是3大生命权也就是退避权、资讯权跟调查权。那在退避权的这个部分其实我们就应该要在这每一次的火灾当中去确保我们自己的这个消防员在退避权、资讯权跟这个调查权上面能够确保我们的消防员，只有让消防员的权益被掌握、被保障好，他才能够真正的来打火。来，立远新北的最高到底有多高？我们现在新北最高大概40几层楼都有，那么高。对，那我们目前新北市就是有配有这个超高楼层的云梯车，就刚刚洪委员讲的。那以我自己的选区为例，林口就有这样子的一个配备。那现在是因为主要说因为楼层越高，那当然我们在救援的这个过程当中会越困难，所以必须要有这样超高楼层。但我们看一下香港这个案子其实这次香港发生的这个地点是在大埔。其实大埔那个地方就是过去香港大概有一些类似这种政府的祖屋，或者是说政府给一些这种一般民众可以申请的这些房屋里面。那其实大埔这个地方我去过，它就是一个很传统的住宅区。那这一次的这一个火灾其实发生有一个最大关键原因是，这8栋大楼里面鸿福院刚刚好在做外墙的一个整修，所以这一次的整个燃烧是从外烧到内。所以由外烧到内，其实在消防的这个我询问过消防员，他们说这是最困难救援的，因为外烧到内会造成整个烟囱效应，
所以会一联动的一个海风吹过来之后。整个8栋大楼里面有7栋全面燃烧，所以才会造成这一次这么严重的一个事故。所以我们目前看到就是说，包括这个棚架用竹子的方式，或者是说它的这个棚架上面的围网是不是有符合抗燃的这个标准？我觉得这都我们必须要去全面的检视。那我们也要透过在这个不管是在全台湾各个县市政府或者在立法院议会里面，我们去要求相关的单位。包括我们在所有的建筑的规范里面，这一些这个建筑的规范该使用怎么样抗燃的标准，我们都必须要去要求，那才能避免台湾也发生类似的灾难。刚刚李院讲了，他正在整修，因为他42年嘛，而且花了13亿耶，花13亿要整修，就整修到一半，哦，那工人到底是不是工人抽烟哦？哎，这个不知道了哈，但是我认为可能性是蛮大的。很多工地，尤其工地的时候，尤其在整修的时候最危险。哦，因为什么？因为你外来的工人很多，工人良莠不齐啊，他的习惯也不知道，他吃槟榔肯定给你乱涂啊，好干干净的地面给你涂一塌糊涂，那个脏手摸，我修一个冷气，完了壁纸通通脏了，因为冷气工人把那个黑手就摸在你的墙上，不管这些东西的啊。那所以呢，怎么样在施工，尤其施工这个时间是最危险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了哈。那宪儿怎么看？台北市也很多大楼，而且老旧啊。其实台北市有70%以上都30年以上的老房子。那我们现在说30年以上的老房子，它可能面临到的，我们现在一直在推说我们外墙的更新。我们市政府一直在推，那外墙更新就面临到的其实就是公安事件。我觉得把所有的灾难中，我们都要汲取它的教训。那我们要怎么去防范像类似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我今天也打电话给我们消防局跟我们建管处了解一下。那因为最主要它这个案子它是竹棚，它搭竹棚，因为我们台湾其实我们不是用竹棚，我们是用鹰架。最早我们是竹啦。对，但是我们改了这个法规，所以目前应该不会有这个问题。但是呢，它其实里面有讲。工人的问题，工人他可能是抽烟，但也有可能他其实在电焊，这是都有可能的。但是还好，我们的台湾的法令，他电焊是需要申请的，他需要有一个动火的申请，所以这个在法令上其实我们是很完备的。但是有一点，它的防护网，其实我们台湾的防护网，它就是没有硬性的一定规定说你一定要用怎样的材质，所以这个防护网我们确实我觉得应该要去加强，去宣导，未来可能我们在修缮房屋的部分，要去做的。那还有这一个，今天它为什么会整个像刚刚讲烟囱的状况？因为它其实像是社会住宅，所以以后我们将面临到的，我们的社会住宅或是我们高楼大厦，以后到底遇到这样的防火事件，我们该怎么做？其实刚刚一开始我讲无人机也很重要，其实无人机的救灾，它势必一定要引进，因为云梯车根本没办法到，尤其台北市现在一直在推动都更给予很多奖励，那你很多奖励，它势必就往上盖，往上盖呢，那你的这一些消防系统，你就要做得很好。无人机的引进，甚至我觉得，我们救灾消防人员，他不应该是自己，应该第一线，他应该是由机器人。其实他这种用 AI， 然后机器人进去，先去救灾的方式，我觉得国外很多成功案例，其实我们台湾真的可以学习。是啊。其实我们看到这样子的画面，最让人触目惊心的就是那个烟囱效应，还有好像火烧连环船一样。可是这件事情也不得不让我们要赶快去警觉，台湾有没有类似像这样的状况？就刚刚大家提到的这种集合式住宅。而且呢，楼是越盖越高。台湾是很注重防火跟防震的这个法规落实的一个地方。可是呢，确实还是有很多地方不管是人谋不臧，或者是一时的疏忽也好。那这件事情，我觉得大家最要去被警醒的是，为什么这个大楼里头似乎没有刚刚提到的洒水的设备，或者是其实在台湾也很常发生的，就是那个消防灭火器是摆在那边好看的。其实我们过去很多消防安检的时候就特别注意到说，如果说那个灭火器一定要拿起来，每一个看它是不是过期了。那现在的这个事件呢，其实我觉得要提醒，不管是内政部或者是各地的消防局，这件事情一定要做好。那另外呢，我们过去在台北市政府服务的时候，其实过去的柯市长有注意到一件事，就现在在高龄长者的环境当中，我们台北市那个时候做了一个大数据，就是哪一些建筑物里面有一些身障人士，或者是说行动不便各方面的那个数据先建制起来，等到那个地方真的发生，万一不幸发生了火灾或者什么样的状况的时候，透过这个大数据，你可以赶快知道哪一层楼赶快需要救援。那另外还有一个是台湾人必须要特别小心的，就是我们很多的巷弄很狭窄，那个高层的这种云梯车是进不去狭窄的巷弄，然后很多的车子还是继续在违停。我想这方方面面都值得我们去警醒。南轩。
对，我觉得这一次看起来就是他集所有的不利因素于一身了。我觉得简单讲，比方说天不时地不利人不和，天不时，它这个风太大了，所以目前看起来的话呢，海风那么大，马上就是助长了整个的火势。那地不利的话，你看第一个它是老旧，它老旧的房子，而且呢8栋当中7栋同时都在整修，所以他就说它这个连环的，而且我们刚刚讲到了，它这个整修的时候，外面的这些所谓的竹棚啦、易燃烧的这些建材啦、泡棉啦、什么竹子啦、火啦、这个烟地啦等等的，所以呢，在这样的环境里面的话呢，它就很容易的这个一着火中7栋里面都在维修中，所以他们后来也在检讨说，是不是不应该就是他也跟我们一样，就是42年的老房子了，所以他也很需要重新拉皮，然后需要呢马上呢能够呢让整个市容能够焕然一新，但是的话呢，过度的密集在这个时候都去整修，导致了目前看起来它的连锁效应。再来的话，人不和就说里面都是老人家，他说里面3成都是老人家，这个老人家的部分，其实在台湾。刚刚我们讲过那么多次高楼的救灾，我们曾经有过那么惨痛的经验。另外一个就是老人家那么多的养老院，大家记不记得？过去好几次都是呢，什么台南啦、哪里啊，就是那种养老院一烧，根本跑都来不及跑。那所以你就发现说，这样的一个状况最容易，这是老人家呢行动不便的，然后就葬身火窟所以我觉得他这边等于是你结合了所有的目前看来不利的因素，而且那个地方还没有警铃还不响。所以你可能没有预先知道这个状况，所以你没有任何的预警时间，你根本来不及。就算你说想要跑，你可能都来不及跑，就算是正常人都未必来得及跑。就这些状况通通集合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难怪那么的惨，真的蛮惨的。从昨天下午一路烧到凌晨到今天的中午，所以你等于是几乎接近20个小时的大火烧跟闷烧，你就算没有被火烧死，也会被烟呛死。所以呢，目前看起来事实上是。除了50几个人死亡之外，是有279个人失联，不是100多，是200多个，而且是接近300人的失联。他会不会都在里面呢？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回过头来看台湾，其实台湾好几个事情都具备。我们刚刚讲到高楼的这个楼层越来越高，第二个我们的年久失修的房子分那么多，都需要拉皮，都需要去整建，现在也在拼命的希望能够整建当中。那所以呢，这部分也要顾虑。然后再来，我们的高龄化社会比香港来的更严重，所以高龄化社会的状况底下的话，你怎么样逃生？大家都说，其实，在城市里面，只要是高楼层即偏乡。就是说，你楼层越高，你行动不便就是偏乡，所以这一部分事实上对台湾来说，都应该要从里面得到很深切的教训跟这个提醒，然后尽快的最好是在灾难没有发生之前，就先立即的去进行盘点。我觉得这是个最好的一个状况。就虽然发生在香港，但是我们要警惕。特别是监管单位、消防单位真的要全面的普查哪些是危险的，哪些万一不幸发生我才要怎么救，我觉得都必须要盘点清楚。休息一下再回来。